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才1集就收视破1，李沁让观众成功入坑，央视又拿到收视王炸，狂飙他是谁先后爆火，掀起了悬疑、刑侦剧的追剧热潮。这类型的剧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奏快、反转多、情节高能，观众一旦开始追剧，往往欲罢不能，一定要追到底。就像他是谁，我现在每天等更新，全神贯注，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，就想知道那个割喉狂魔到底是谁，是餐馆老板蒋广善，是二世祖赵世杰，还是强奸犯薛家健，亦或者是其他人。刑侦悬疑剧最大的优势就是始终在你的脑门上吊着一个问号，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引诱你看下去。而年代剧最大的强项在于唤起旧时代的回忆，用丝丝入扣的剧情让你与剧中的角色产生共情，发一声超时空的喟叹。年代剧想要让观众入戏不容易。自从2022年人世间之后，央视上了不少年代剧，但是大爆的真没有，小爆也屈指可数。要么是高开低走，比如我们的日子，前几集收获好评不断，生活气息浓厚，可越到后来越玄乎，最后更是遗憾烂尾。要么平平无奇，比如心想事成，好不容易凑齐了孙松和张凯丽这对渴望初代 CP， 可悬浮的剧情缺乏烟火气，让人扼腕。还好等来了人生之路，3月20日晚9点在央艺开播，仅1集就收视破1，网上更是好评不断。而我在爱奇艺一口气追了3集，直呼过瘾。这一次年代剧的招牌再次打响，央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翻身仗。刚一开场就是一曲动人的陕北民谣，而男主人公高加林则站在黄河边上穷穷独立。随着激动人心的民谣，我们从远及近见识到了奔腾不息的黄河水，也见识到了黄河岸边累累的山包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刘巧珍家，纯真善良的巧珍熟练地晾晒米粉，然后全神贯注盯着闹铃，嘴里煞有介事地念叨着倒计时。正当你疑惑巧珍为何紧盯闹钟的时候，下一刻答案揭晓。每天早上7点，高加林准时骑着自行车去县里上学，而巧珍会在他路过门前的时候看他一眼。高加林叫上了高双星，他们俩是县中学的同学，2个人你追我赶，一起骑车去学校。看着他们奔驰的身影，我仿佛也被带到了那个奔腾的岁月。1977年高考恢复，到了1984年，高考仍旧是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刚进校，校长就请来教育局的领导，要给高3的学生们做考前动员。而高加林是学校的尖子生，从小到大成绩优秀，自然被寄予厚望。在高考之前，先有一次预考，只有预考通过，才有资格参加高考。整所学校最终真正能够踏入高考考场的，不超过1/3。一场预考下来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通过考试的，等于拿到了高考的入门卷，手舞足蹈；没有通过的，只能收拾书包离校，另找出路。高加林、高双星、黄亚萍都顺利通过了预考，但是那个名单上却没有马栓的名字。马栓家境并不好，母亲常年卧病，全靠父亲烧些水缸瓦盆拿出去卖，日子原本就过得紧巴巴的。可以说，马栓上学的每一分钱都是爸妈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而他念了3年高3，考了3年预考，一直没考过。眼看着明年他的年龄超了，就再也不能参加高考，全家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村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，上大学，去大城市。否则
他就只能子承父职，要么做工，要么务农，一辈子困守在大山里。马栓的高考梦碎了，高加林的梦也碎了。原本高加林是这次预考里的第1名，所有人都觉得如果县里有人考上大学，其中一定有他。可是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人却不是高加林，而是高双星。高加林以为自己数学没考好，拉了分，殊不知是高双星的父亲高明楼搞的鬼。事实上，高加林考上了他心仪的学校，但是那个年代人口普查不到位，学生信息也不完善，大学签发录取通知书的方式只有一种邮寄，而邮递员把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送到了村支书高明楼的手里，高明楼便想了个偷梁换柱的主意，让儿子高双星顶着高加林的名义去上大学。高明楼家双喜临门，一来大儿子结婚，二来二儿子考上了大学，村里所有人都去他家道贺，而高加林一家人还被蒙在鼓里，不仅不知情，还得高高兴兴去给高明楼一家庆祝。偷奸耍滑的村主任得利，善良的农民受欺负而不自知。更可悲的是，高加林送别高双星，还把自己的最珍惜的一支钢笔送给了他。高加林说他要复读1年，会考去上海和高双星重聚，而这支钢笔就是他们的见证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高加林的母亲不慎摔伤，高加林复读梦碎，他必须赚钱养家。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去马甸小学当民办老师。而高双星来到陌生的城市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高加林的名字，他注定要戴着假面，要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生活。而最初的那点愧疚，也逐渐被大学生活的新鲜猎奇所取代。还好高加林是个不服输的主，他就像是不屈的小草，无论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，长出一片绿意。在马甸小学任教的同时，他根据农村教育现状，写出了自己的第1篇文章，为以后的执笔走天涯打下了基础。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的同名小说《人生》，他截取了其中的核心内容，也做了适时的改编。比如高双星顶替高加林上大学这件事情，就是原著小说里所没有的。包括高加林后期闯荡上海，也是新添的内容。事实上，路遥在《人生》原著的末尾留下了4个字，不是结局。想来路遥先生也是希望高加林能够逆风而上，拥有更广阔的人生。这一点上，剧版做到了。一部好作品的出圈离不开所有演职人员的努力，而《人生之路》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大男主剧作。陈晓饰演高加林，完成度很高，但我更想夸一夸另一位主角李沁。从剧照到预告，李沁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很好奇她会怎样演绎这样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姑娘刘巧珍。结果正片正式播出，李沁的表演远远超出预期。有2场戏堪称李沁的高光时刻。一场戏是高加林被迫参加高明楼家的喜宴，看着考上大学的高双星和乡亲父老喝酒庆祝，自己一个人来到僻静处，对着大树拳打脚踢，既愤怒又不甘。这一切被刘巧珍看在眼里，她躲在一旁流泪，用手捂住嘴，不敢发出声音，怕被高加林发现，却满眼都是心疼。还有一场戏是高加林一蹶不振，刘巧珍带着枣糕去看他，却被他当成了出气筒，没来由的一通乱骂。巧珍看着他，既委屈又倔强。这个倔姑娘绝不当着高加林的面前掉眼泪，又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墙边捂嘴哭。她2次流泪的状态截然不同，唯一相同的是，只要刘巧珍一难过，我就忍不住守着屏幕掉眼泪。下一刻看她为了高加林的振作而欢欣鼓舞，我也忍不住嘴角上扬。足见李沁塑造角色的能力之强，把巧珍的不同状态准确传达给观众，成功的触动观众。除了巧珍，
还有几位演员的表演也可圈可点。唐曾非常贴合马栓这个人物，他似乎天生就是为年代剧定制的演员。无论是他娓娓道来父母的不易，还是得知自己预告失败后的崩溃，都触动人心。李光复老师饰演的德顺爷，戏份不多，但绝对是画龙点睛的存在。他看高加林的眼神里，全是对后生晚辈的殷切期望，看得人心里热腾腾的。还有林永健饰演的高明楼，虽然这个角色很讨人厌，但不得不说林永健演得很好，把高明楼那虚荣算计的样子演活了。当然啦，剧中还有其他实力派演员，他们的闪光点还需要观众明亮的眼睛去发现。总的来说，这部《人生之路》绝对是难得的年代剧佳作，而且很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追剧狂潮。